好，现在你看到的是 YouTube 的测试速度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11万多。我们继续往后面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是8万7左右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能够跑到100兆左右，接近100兆。这个速度的话，节点都是免费的，并且获得非常容易，只需要一键获得就可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前面的视频中，我教你们如何用 Cloudflare 获得免费的科学上网节点。但是很多朋友的话，动手能力不够强，经常出现各种错误，他们就会问我有没有一种更简单、更方便、更容易的获得免费节点的方式。为此，我特地去找了一下，还真发现了一款能够免费的一键获得免费科学上网节点的软件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其实这款软件的话，就是来自于这个 CM 大佬的。CM 大佬的话，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，并且免费的科学上网的方案。相关的网站地址的话，我会放在说明栏下方，或者说放在评论区的首条的，大家可以自行的打开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直接点击看这个项目，点击一下，这里有个 Relax。我们点击这个 2.0.1.7， 点击一下，然后点击第一个选项进行下载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下载的过程中的话 ，Chrome 浏览器屏蔽了我们的内容，说是危险内容。其实的话，这是一个开源软件，大家可以无需担心。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我们点击左上角的3个点，点击下方的设置，来到安全和隐私，在左边我们点击一下，下面有一个安全，我们点击一下。我们默认的是增强型保护，我们要选择下方的不保护，选择关闭。接着我们返回这个 GitHub， 然后再次点击下载。我们可以看到已经下载成功了。下载成功之后，我们返回安全页面，把这个增强型保护重新打开，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。下载解压之后的话，我们会得到这些文件。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应用程序，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。打开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有一些参数设置。第一个的是并发线程数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推荐值是宽带值的50M。如果说你的宽带较高的话，我们可以把数值填高一点，或者说保持默认都是可以的。第二个是检查间隔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下方的话有一定的说明，放置后台的时候，下次自动测速时间间隔，一般情况下的话也保持默认。下面有一个超时时间，就是我们的延迟。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测速下限是1024 KB， 也就是 1M。如果说你觉得 1M 速度比较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设置成2048等等，都是可以的。或者说你保持默认也可以。然后下方有一个高级设置，我们点开。点开之后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服务可以选择的。一般情况下的话，如果说你看不懂没关系，这些都保持默认，不要动就可以了。但是最后一个有一个检查更新的，我们最好点击一下。现在我们的状态可以看到都是最新的版本，没问题。但是如果说往期以后你一直在使用这款软件获取节点的话，最好每隔一段时间把这个检查更新一下，获得软件和内核的最新版本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获取的节点会更加的优质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关闭。那其他的话，包括 Clutch 订阅的复写文件这些的话，都是默认就可以了，包括测速地址之类的，也可以进行选择，或者说默认都可以的。比如说我们选择第二个 Victory End 等等都是可以的。包括这个 Person 选择的话，
也是可以进行选择。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话是非常的多。如果说你看不懂，或者说不想要麻烦的话，都是保持自动选择默认值就可以了。下方你都可以不要动。接着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启动的按钮，点击一下。点击启动之后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在文件这里会多出来一个文件，是这个 Windows-1i368 的。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复写文件，大家不要动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上方的话有一个绿色的进度条，它总共检测出5191条线路，现在进行测试在319条了。可用的话目前是8条。在下方的日志这里，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。在检测的过程中的话，我们只要保持默认不要动就可以了。大约的话是5到10分钟左右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度条的话已经是跑完了。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日志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可用节点数量的话是70个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只需要点击右边的复制订阅按钮，点击一下，打开我们的科学上网软件。我这里的话是用 Vitory 的，我们点击加号，名称的话随便写，科学地址捏贴一下，点击下方的确定，再选中这个分组，我们点击订阅分组，更新当前订阅不通过代理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共的话有67个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 Ctrl 加 A 全选，再点击一下测试延迟。基本上来说的话都是有延迟的，能够使用的，只有少数个别的话是出现负1的情况。然后我们进行排序一下，我们往下看，大概有个62个是能够有延迟的。在这里有一个名称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SG， 是代表了新加坡 Hong Kong 是香港，还有 US 是美国。我们可以看到是新加坡的是比较多的。然后我们选中一个节点，来看一下能不能使用。好，我们打开 YouTube 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打开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 YouTube 方面没问题。我们打开 AI 软件 Gemini， 我们输入一个文字看一下，也没问题的 ，AI 能够使用。接下来我们来 Fast 测速一下，这是之前我测试的速度，也是通过这个节点获取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能够跑到100兆左右，接近100兆。我们来看一下奈飞能不能使用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奈飞也是可以打开的，没问题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用简单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的免费的，并且速度比较快的科学上网的节点。整个过程的话，只要点击开始等待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到这里为止，感谢你们的观看，下次再见。